大家好，我是洛克。买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更何况是装潢的次数。因此，不清楚装潢价格的情况下，很难去评估自己想要的风格，在设计上需要花费多少的预算。对于第一次装潢的人来说，是十分耗费时间跟精神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室内设计师重要的其中一个环节，可以帮顾客掌握品质及分配预算，不仅帮施工品质做把关，防止会有不小心遗漏的小细节。毕竟因一件小事要再花钱请工班，是相当不划算的一件事。所以请你一定要将本期影片看到最后，我将会分享在不同的房屋情况，装潢预算该怎么抓，教你5招省下100万装潢。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依屋况来抓预算。通常在买房时，最常见的2种屋况有新成屋、中古屋。先依2种屋况去做分类，之后再依照每个情况去跟设计师做讨论及规划，可以得到更精准的结果。第一种屋况，新成屋，建议装潢评估预算1坪4到6万。新成屋做室内装潢时，在一般不变动空间、浴室、厨房及墙壁的情况下，改由软装加上装潢打造居家空间跟氛围，工程费用也会相对较低。或是选择轻易移动的居家用品，像是衣柜、桌子、家饰等等，也可以请设计师帮忙规划做风格上的设计。软装定义就是居家空间中可以移动的元素，又称软居家装饰，为当代新型设计的产物。举凡家具、灯饰、植栽等等，都是常用于家居布置的软装，而软装也牵动着整体空间跟氛围的协调性哦。第二种屋况，中古屋，建议装潢评估预算1坪7到9万。中古屋翻新前，除了原先的装修费外，会需要先支付一笔金额不小的拆除、清运费用，之后还会依需要更换的部分而有费用的差异。一般中古屋会需要检查像漏水、壁癌、结构加强等等情况，同时还需要考量水电的线路可能会需要重新施作，再加上会想要变动格局的情况，会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所以相较于新成屋，装潢价格费用会更高一些。依时间来抓预算。如果房子是买来出租的，我决定投入多少装修费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跟着租约走。一个租期6年的房子，我所有的建材及设备的选择，就是考虑堪用6年即可，我不需要多花几倍的钱，选择耐用10年、20年的顶级建材，所以取舍变得很简单，用时间来分割，我就不会多花不该花的钱，让自己的投资赔本。因为6年是一个非常适合重新检视出租成效的周期，这时也许你会考虑房子其他的用途，是继续出租，又或者会考虑卖掉，因为房子持有6年有400万的免税额嘛。如果维持出租状态，则可以在原来的装修基础上，再做简单的修缮整理即可，不至于需要全部推倒重来。所以用6年来思考出租房的装潢，可以保有最大的弹性。如果房子是买来自住的，我一样建议用6年为周期来做考虑。因为有孩子的家庭，通常每6年就会面临一次比较大的变动，像是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当孩子迈入人生下一阶段，家庭的生活重心也会进入一次改变。费心设计的小孩房变得不再合用，用心挑选的学区，可能也可以功成身退了。谢谢你啊。依空间来抓预算。装潢投入成本除了用时间来思考，也可以用空间来做取舍。如果我们的预算无法满足全室都尽善尽美，呈现心目中最完美的样子，设备都买好买满最顶级，可以把空间的实用性做出优先排序。也许厨房对另一半最重要，那我就需要一个30万元等级的厨房，才可以让女主人展现好手艺。反观房间只是用来睡觉，一张床就够了，那么是否可以先把预算砸在厨房，其他地方以后再慢慢弄？如果你是追剧达人，也可以先把钱优先拿来打造顶级高科技影音室、豪华客厅、电影院，其他的地方就先将就着用。有句话说得很好，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帮自己点个赞，帮这部影片点个赞。那你看到最后，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
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而不是想成功的人，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跟我的想法做连结，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好了，那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4. 从小地方节省预算。先评估需要还是想要，是否有些设计只是想要并不是需要。例如女生都期待能有一个专属的更衣间，在现有空间坪数较小，可能会压缩到原本既有的生活空间外，还可能造成预算额外的增加，在未来反而会变成一个仓库使用，跟原本用意就有很大的差别。那怎么样判断需要呢？可以从年龄或是生活习惯去设想，像是跟长辈同住的人，最需要担心的就是门槛，这时为了防止跌倒，可能做无门槛及防滑的设计哦。或是家中有小朋友，可以多挑选无尖锐角的收纳家具，不仅解决收纳空间很容易不够，以及提供孩子更安全的环境。房屋格局优先选好，如果一开始就先选好屋况，就不会需要更动格局，能省下拆墙或修补的费用。同时也要注意水电管线跟漏水的问题，会容易浪费较多的时间跟开销做修补。只要动到基础工程，相对价格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新成屋一定会比老屋翻修来得更有余裕去用在其他的装潢项目哦。也可以只选部分空间施作，像是实际坪数特别大的房子，有时候只设计客厅、公区、餐厅、房间，放弃掉花园跟阳台等较不常用的空间，可以省下局部区域施作时所需要的开销哦。还有就是多采用现成的家具，需要定制的任何项目都是费用相对比较高的。采用现成的家具，虽然无法做到如定制家具完美的尺寸、舒适及设计感，但至少能让自己把更多预算用在必要的项目上。5. 装潢材料的价格选择。因为建材一般来说会贯穿整个装修过程，所以并不是等到施工时才开始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材料。装修前设计或是发包时，就必须勤做功课，与设计师或是工班讨论自己的家居需要哪些类型的材料，并先行报价，掌握预算。在挑选建材时要记住，没有完美或是最好的选项。一件好的建材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符合环境条件，如是否潮湿、西晒，与你的预算、需求以及喜好，从多方面考量挑选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建材。建材的品质、做工、品牌不同，相对的价格落差也比较大，掌握精准设计和替代的技巧，就能省下不少钱。例如现场木作柜体，除了材料成本，还必须加入人工成本，改成系统柜、现成柜体、层板来取代，不仅 CP 值高，也能降低工程花费。或是喜欢天然石材的质感，却又苦于预算不够，其实也能透过特殊漆料代替，达到类似效果。像是木质地板改成塑胶地板，在外观上其实差异不大，但一坪就价差1万元以上。而且建材不是挑好了就好，如果施工不当，就算前面多磨精打细算，也是功亏一篑。因此不论是交由设计师或是统包做装修工程，建议一定要到现场监工，或是请设计师或工头现场拍照及时确认，要清楚核对使用的建材种类、粉刷油漆颜色、水电配置位置等。这样的话，如果设计或施工方式有变更或错误时，都能及时处理，避免增加不必要的装潢成本。正所谓知识的落差，就是财富的落差。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如果他们并不富裕，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吗？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应该是要买房存钱，而不是存钱买房。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不仅安全，还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当然装潢预算也会因施工的工法难度、
及建材品质跟等级而有所差异。像石材的纹路就可以有不少的材质跟等级上的差异，所以有实际需要的人，还是建议找有经验的设计师或装修公司帮忙做评估，可以有更准确的报价跟金额。如果收看我影片的朋友中，最近可能有装潢需求，有住在高雄的，我真心推荐你们一间我有合作过的装潢公司——地特空间设计。我不敢说地特是最便宜的设计公司，但我可以肯定，地特绝对是我目前遇过最用心的设计公司。像照片中的这个物件，虽然不到老旧，但是看得出来很多空间都浪费掉了，收纳无法最大化，而且在装潢的设计感上也已经过气了，不会有让人想赶快回家的期待感。但是经过地特空间设计的巧手后，已经变为现代法式风格了。不仅整体屋内的色调有一致性，连收纳空间也是做好做满。我相信屋内装潢成这个样子，每天下班都会急着想赶快回家休息，甚至连放假的日子也不想出门了。以现况来说，现在是一个物价不断上涨的时期，建议多抓点预算会更有余裕，做更多的生活设计跟打算哦。同时也能更了解自己的期待跟想要的是不是适合的，避免做出不符合生活的设计，而花了更多冤枉的改装费哦。好了，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3见咯，拜。